贝基和众人确认了一下整个行动的流程，以布林的枪声为信号，枪声一响，山治会躲掉子弹，路飞冲过去砸碎加尔默罗修女的照片。挺过3秒钟之后，大妈的怪叫就会响起来，众人戴上耳塞，防止被大妈的叫声伤害。只要做到这一步，基本上就赢了。当会场的人们被大妈的怪叫声所震慑住的时候，草帽团的人就可以去解救吉尔玛。贝基一伙子掏出火箭炮，直接轰了大妈，10秒内解决所有战斗 ，so easy。那么一愣，10秒这么快？贝基解释道，如果超过了10秒，每过1秒，大家的死亡率就会上升，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危险重重啊！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路飞打碎照片后，大妈哭泣前的3秒钟。众人能不能挡住前来攻击的大臣们，这是十分关键的环节。不过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众人之后的逃走路线。逃走的方法，贝基早就策划好了，只不过路飞等人的到来给贝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些人之中，凯撒是唯一会飞的人。贝基要求凯撒背着布雷，利用逃跑用的镜子，在最后时刻冲进会场接应大家。大家进入到镜子里，就可以逃之夭夭了。贝基最后总结道：只要双方各自回到船上，合作就结束了。之后大家就各自拼命的逃吧，祝大家乌运昌隆。此时距离茶会开始还有2个半小时，山治率先告别众人，回到房间。毕竟他是新郎，在茶会开始前，他必须身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被大马海盗团的眼线发现的。天一亮，波比的尸体就被7的士兵们发现了。蒙多尔和加雷特赶到现场，蒙多尔很愤怒，质问7的士兵是谁干的。7的士兵忙说不清楚。不过昨天半夜有人看到山治去往城郊。蒙多尔看向山治的房间，波比的死很有可能就是山治下的手了。蒙多尔带着士兵立刻赶去山治的房间，房门外重兵把守。守卫队长向蒙多尔汇报，山治并没有离开房间半步，一直在里面睡觉。蒙多尔不是很信任这些7的士兵，准备自己亲眼看看。他在外面猛砸门，里面躺在山治的床上熟睡的那个小兵被惊醒，吓得从床上跳起来。完蛋了，山治居然还没有回来，而自己睡着了，自己一定会被妈妈杀掉的。蒙多尔在外面叫了半天没人开，心中疑惑更深，正要撞门，门被人拉开了。山治站在他面前，干嘛呀？一大早这么吵。蒙多尔还不敢相信，你一直在房间里。山治心想，你傻吗？难道我会主动告诉你我整晚都不在，跑出去和贝基密谋干掉大妈了？山治嘴上说道，是啊。蒙多尔当然还是不信，叫来负责监视山治的小兵。小兵能说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打工仔，我只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因为这事丢了命吧。他很诚实的回答，是啊，山治大人一直都在房间里。山治下了逐客令，蒙多尔还是不甘心，他挡在山治门前，露出阴险的笑容。听说草帽小子死了，但是我不太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和你有什么企图吧？山治心想，你在这试探大哥呢，我他妈会被你1-2句话给蒙住，小看大哥了吧？山治嘴上说，哦，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蒙多尔终于不再纠缠，转身离开。山治关上门，和小茄子兵一起松了一口气。小茄子士兵好奇地问道，山治先生，你到底去哪里了？山治点燃一根烟，面无表情地回答，我去给布林送便当了，你忘了吗？之后的事情就别问了，少儿不宜，有点眼力劲儿。一大清早，万国上下就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街上热闹欢腾，国民们把气氛搞得好像过节一样。吉尔玛帝国士兵们难得清闲，大家知道今天是王子山治的结婚典礼，但是士兵们不被允许进入蛋糕岛，众人也没有多想，难得休息一下，好好放松好了。士兵们痴呆，王子和国王也痴呆，他们对大马海盗团丝毫没有任何戒备之心，对突然消失的雷九也没有多想。几个人纷纷穿上礼服，准备出席婚礼。早上巡逻的7的士兵听到大妈的房间里突然传出尖叫声，立刻赶去查看，发现大妈正一手拿着一具骷髅头，一边耍脾气。原来大妈并没有发觉手中的骷髅被人掉了包，她以为自己刚动的手的奇异物种灵魂之王突然挂了，难过不已。大妈左右的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立刻上前劝慰大妈，今天就是茶会了，有宝物还有结婚蛋糕呢。大妈一听，瞬间变了张脸，将手里的骷髅头一丢，高兴的手舞足蹈。贝克穆斯对太阳海盗团这些愚人的反常行为产生深深怀疑。阿拉丁等人一看没唬住贝克穆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只好将贝克穆斯暂时绑起来，给他留下水和食物。这时贝克穆斯终于发现大大的不妙，看来这些愚人是打算背叛大马海盗团了。说起来，愚人族打算偷偷离开蛋糕岛，贝克穆斯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他带来了贝基准备暗杀大妈，大妈准备暗算吉尔玛这些情报。敏感的慎平立刻就意识到事情要不妙。且不说贝基暗杀大妈的事情，如果路飞等人得知山治和山治的家人会被大妈谋害，一定会为了救出山治而逞强的。慎平无法视路飞等人于危险之中而不顾，所以他必须挺身而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慎平要彻底背叛大马海盗团。慎平有此行动的话，大妈自然不会放过太阳海盗团，一定会对慎平以及他的同伴们实施制裁。在事情进一步恶化之前，慎平要求太阳海盗团全员借着婚礼期间守卫薄弱的时候全部撤出蛋糕岛，以免大妈的怒火波及到他们。
对于慎平的决定，阿拉丁全力支持。整个太阳海贼团没有人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性命而站出来反对。阿拉丁告诉慎平，我们也想为你的自由做点什么，你这家伙动不动就要为了草帽路飞去死。慎平态度坚决，我早晚都是要加入草帽一伙的，为了船长路飞，我愿意拼上性命。阿拉丁和慎平有几十年的交情，对慎平十分了解，随便你吧，不过你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性命。阿拉丁决定率领全团回到愚人岛，因为一旦大妈得知太阳海贼团背叛了他，那么大妈的怒火就会指向愚人岛。愚人岛那些虾米蟹将的战斗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最后还得需要海贼来保护国家。阿拉丁不想让慎平有什么后顾之忧，你尽管去追求自由，其他的事情由我们善后。慎平感动的热泪盈眶，阿拉丁潇洒转过身，等你活着再见吧，慎平。呆逼的文斯莫克家族满怀着期待和自信，向举办茶话会的屋顶走去，家里还做着自己那个称霸北海的春秋大梦。他不厌其烦地嘀咕道：“我们辉煌的吉尔玛66马上就能得到大妈的力量了，马上就可以重新成为北海的支配者了。”你只想到了什么？教主给众人引路的佣人问道。山治没有逃走吧？佣人回答：“新郎新娘都已经准备好了。”雷九一愣，山治这小子在想什么呀？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屠杀，难道他真的不打算逃走？此时已经准备好要救出家人的山治换好了新郎礼服，点燃一支烟，看着窗外的阳光，他祈祷着大家都能平安离开。可是对手是四皇啊，哪有那么容易脱身？大概又会是一场恶战。一直扮演着乖乖女、温柔善良的新娘角色的布林，在房间里也换好了婚纱，跟自己的2个随从嘲讽山治，杀掉那个蠢货之后，自己的婚纱一定会崩上鲜血。而且为了保持自己乖乖女的形象，还要不断的去清除大家的记忆，想想就觉得麻烦。除了2人之外，准备干掉包括山治在内的文森莫克家族的大妈，准备暗杀大妈的卡彭贝基，以及掌握了关键中关键的路飞，大家陆续向茶会现场赶来，汇聚一堂，各种阴谋计划交错横飞，地狱茶会马上就开始了。其次，士兵带着山治去房间里与布林见面。尽管山治已经知道布林的真实面目，但是看到布林的那一刻，山治还是忍不住被震撼到，因为这丫头实在是太可爱了。2人拼演技的时候到了。布林即便心里对山治百般嘲讽与鄙视，但是还是要装出一副对山治爱的死心塌地、非他不嫁的样子。而山治知道布林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骗人的，但还要演成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傻子形象。蛋糕城堡的外面已经汇聚了很多人，会说话的大门正在守卫队队长贝基的监督下做例行的安全检查。吉尔玛杀马特家族的到来让大门小姐姐眼前一亮，正准备放行通过，贝基上前一步挡在杀马特家族的前面，好像是故意找茬一样，提出来没收杀马特家族的所有随身道具和战斗服。一致等人不愿意了，你什么意思？刁难我们？3兄弟摩拳擦掌，准备要动手。贝基的兄弟们直接举枪将3兄弟包围在中间，双方正要大打出手的时候，加之大吼一声将他们叫住。如果是大妈的意思，就照他说的去做。贝基微微一笑，欢迎来到茶会。同一时间，在贝基的身体里，士兵等人拿着贝基搞来的地图进行战力部署。路飞一个人拿着网在一边跑来跑去，好像捡了钱一样兴奋。我要出去一趟，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众人很不理解，这时候出门是要去哪里呀？路飞装作很是神秘的样子，什么也没说，溜了出去。除了路飞一行人和文斯莫克家族，各路受邀而来的大佬纷纷入场。这就是那些所谓的黑暗世界的地下帝王们，有高利贷之王路菲尔德、欢乐街女王斯图西，专门搞白事的殡葬业大老板皮埃克罗，物流仓储行业的佼佼者人基伯森，海上运输业的大佬乌米特，还有这个你可以不知道他的人，但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他的产业——海贼王里的海鸥每天都在送的报纸《世界经济报》的报社社长摩根斯。作为四皇，大妈人脉广泛，广交各行各业的经营人士，无论是大老板还是黑帮大哥，接到茶会的请帖，多少都要给大妈几分薄面。大妈的长子佩罗斯佩罗在城堡里亲自迎接诸位老板，并用糖果能力做了一条 VIP 专用通道，将大佬们送到蛋糕城堡的屋顶。蛋糕城堡外面，一个满脸胡子的混子在外面又吵又闹。上一次大妈茶会的时候，这个小混子曾收到过大妈茶会的请柬，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刚刚过世，所以他无法参加大妈的茶会，结果就收到了一直住院的父亲的人头。这个混子还要继续叫骂，突然嗖的一下，混子的脑袋被击穿，被人一招干倒。贝基四下搜寻一圈，看到一个坐在墙头上的高挑身影，来者是大妈的二儿子，甜点三将星之一，悬赏金10.57亿夏洛特·卡塔库利，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惹的人物。贝基质问卡塔库利为什么要二话不说就杀人，卡塔库利冷酷地回答道：“那个人本来是要这样说的，你猜从大妈那里寄来了什么？那是我本来还在住院的父亲的人头，我今天来是来复仇的，赶快把门打开。”接着那个人会扣动扳机开枪，贝基的2个手下被当场干掉。卡塔库利俯视着贝基，冷酷地说道：“事情发展成那样之前，我这样做有错吗？你和妈妈汇报时就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一定会这样说的。我知道了，那就好。”贝基眉头紧锁，冷汗流了出来。卡塔库利是全场最麻烦的人，因为过度的修炼见闻色霸气，能够看到短暂的未来，简直就是个怪物。
贝吉老实的回答：“我知道了，那就好。”卡塔库里冷漠地说道：“50人啊，不是100人要来了。”紧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大群人突然冲出来搞袭击。看来应该是刚刚那个被杀的胡子混混的同伴。这一大群人都是专门贩卖器官的犯罪者，跑过来搞袭击，居然是想干掉包括大妈在内的高手们，将他们的器官卖掉。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贝吉的手下们立刻举枪反击，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器官贩卖者中间有一些人居然是刀枪不入。不过这一切都在卡塔库里的预测之中，敌人接下来的行动以及他们要说的话，卡塔库里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见卡尔拿出一颗糖豆，冷漠地说道：“刚刚出场的你们马上就要领盒饭了。”卡塔库里轻轻一弹，糖豆脱手而出，瞬间干掉了2个人。这时从卡塔库里身后跳出2个壮汉，他们就是卡塔库里的2个孪生兄弟，教皇大臣欧文和斗大臣大福。器官贩卖者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干掉这些高手。欧文直接一招炽热拳，让他们看清了社会的险恶。器官贩卖者们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实力相差过于悬殊了，转身赶紧开溜。大福跳出来，召唤出阿拉丁神灯怪物，轰隆一声巨响，所有的袭击者在一瞬间都被干掉。卡塔库里鄙夷地看着这些人，真是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角色。蛋糕城堡的茶会现场，钟声准时响起，大妈踏着沉重的步伐入场了，宣布茶会开始。尽情吃，尽情喝吧，享受今天的一切。大妈小小的眼睛中露出凶光。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